英国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身上自然也是拥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特点。英国不同于法国，桀骜不驯，破坏力极强。英国更像是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喜欢循序渐进，保守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趋向于自由与开创。英国属于喜欢循序渐进，通过渐变来完成国家发展方针的国家。最明显能表现出来这样性格特点的就是英国至今还保持着英国女王的地位，但是自己却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他们注重维护旧传统，不喜欢突变，于是就有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来达到迎合时代发展的新变化。但是如果真的保守的话，英国也不会成为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更不会在英国展开发展。但是英国骨子里的循序渐进，让他们整个国家都有趋向于保守主义。在英国加入北约的时候，是因为英国正处于衰弱时期，急切需要美国的支持才能快速恢复实力。但是现在英国也在慢慢恢复了元气，可是依旧受制于美国的管控。就拿核武器来说，美国让英国不再生产核武器，英国乖乖听话照做，因此现在英国的核武器都大部分是依赖美国进口，并且每一次美国的政治博弈，英国也会坚定跟在美国后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英国身上也有破坏的一面。2017年，英国正式宣布脱欧。作为欧洲的一员，英国选择自己独立发展。这一举动让英国在欧洲处于尴尬的位置。因此，英国骨子里既有保守、渐进的一面，又带有开创自由的一面。可能就是这样扭曲的性格，才让英国直到现在都没有从二战之后恢复以往强盛的实力吧。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英国依然是一流强国，如今能超越它的只有3个国家。首先得说一下，这个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国家究竟有多强大。英国最初是位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其国土总面积并不算大，因此常常被当时的欧洲大国瞧不起。在17世纪的前后，实力强劲的西班牙是这样评价英国的：英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名不经传、无足轻重的一个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威胁力。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能迅速发展自己的实力。在短时间内，英国一举打败了西班牙，并且在海上战场中还拿下了荷兰。此后，新的海上霸主产生，那就是英国。新晋成为海上霸主的英国，牢牢掌握了著名的黑三角贸易，控制主要的海上航线，不断买卖奴隶，不断扩大自己的殖民地。在18世纪的英国，不断跟欧洲其他强国挑衅，发动战争。尤其是英国跟法国的殖民地之争，经历了7年辉煌耀眼的战绩，最终奠定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地位。基本上，全世界 20% 的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不仅军事上，英国取得辉煌战绩，就连科技上，英国也是不逞多让。此时的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并且还是较早步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军事、科技、经济等等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之为敌。可以说，当时的英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霸主。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狂妄宣传自己的日不落宣言。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英国没想到自己的衰落来得这么快，因为德国接连2次疯狂发动世界战争，让欧洲整体都已经元气大伤，而英国在战争中更是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英国光是在一战的时候，军队每天就要花销数百万，几乎已经亏空了1/3的英国国库，失去了90万的兵力，将近3000的商船，还亏欠美国 8.5 亿英镑。更加关键的是，英国的殖民地都纷纷起义，发动暴乱，因此英国的殖民地逐渐减少。而且狡猾的美国人钻了空子，凭借贩卖军火赚得盆满锅满，并且美国捷足先登，踏上第2次工业革命的浪潮。2次战争之后，英国自然就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只能依靠曾经的殖民地美国来恢复元气。
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用在如今的英国再合适不过了。虽然英国在2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损失惨重，但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还是让英国有底气称之为世界大国。首先说一下英国的军事实力。英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自然也是深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英国每年投资在军事力量的开支位于世界前3名，仅次于美国和我们国家。根据全球活力网站的2023年排名来看，英国军事力量是全球排名第5，并且还显示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所以说，英国仅次于美国、中国、印度跟俄罗斯，并且英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根据数量统计，英国目前拥有215枚核弹头、4艘核潜艇。这样的核潜艇最大极限下可以发射192枚核弹。所以说，光是核威慑就已经让其他国家不敢贸然打上英国的主意。其实之前，英国也是拥有生化武器跟化学武器的国家，但是在1956年，英国自己主动放弃使用生化武器跟化学武器，主动进行销毁。因此，现在英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只剩下了核武器。仅仅只拥有核武器，英国也是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存在。英国的海外军事力量也是不俗，海外基地高达15个，成为了英国的加油站。而且作为北约联盟的创始国家之一，英国是北约第4大常设部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英国经济水平跟工业发展如何。2023年，英国 GDP 位居世界第5，为 3.1 万亿美元。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金融业尤其发达，特别是英国伦敦更是国际的金融中心。英国是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它的工业底子始终都在。英国的汽车制造、电子通信等等方面始终保持世界高水平。英国也是全世界重要的科研基地之一，并且英国的航空技术设计了飞机机体、发动机、武器装载系统、引擎等等多个方面。而且英国不单是制造航天设备，还形成了航空工业产业集群。著名的贝空中客车、庞巴迪公司都可以看见英国的身影。英国的科技水平也是甩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在2020年，诺贝尔所有奖项已经公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是世界上第2个获得诺贝尔奖项最多的国家，一共有134位诺贝尔奖的英国获得者。根据英国科研水平国际比较报告称，2014年，英国用了只有全球 0.9% 的人，只花费了不到全世界 2.7% 的费用，拿出了全世界 4.1% 的人才，就实现了全世界 9.9% 的科研效果。这说明英国的科技水平成果对全世界的科技水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全世界的科技研究都要在英国的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因此，无论是经济发展、科技水平还是军事部分，英国还是有足够的底气屹立于世界。难怪英国虽然大不如以前，但是还可以嚣张地表示，比自己厉害的国家全世界只有3个。世界上现在能够赶超英国的只有3个国家，它们分别是超级大国的美国、吃老本的俄罗斯以及发展快速的中国。先说超级大国的美国，美国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美国实力强大之后，开始爆发独立战争，才从英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因此现在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十分微妙，就像曾经的不起眼的小弟一瞬间就成为了自己的老大一样。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发展工业化。再从之前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过去了50年，美国就从一个乡村一样的城市发展成为钢筋水泥的现代化城市，总 GDP 从74亿涨到187亿美元。就这样，美国在英国无暇管理的时候，暗自努力发展。一战的时候，
美国因为远离主战场欧洲，所以一直是隔岸观火的状态，并且美国发现之前的大哥英国在一战的时候显得格外吃力，于是美国趁机贩卖军火给英国。1915年，美国摩根银行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火，相当于美国之前政府收入的4倍。英国作为美国的长期客户，导致一战结束之后还倒欠美国 8.5 亿英镑。1945年，英国还向美国借款43亿美元，用于战后恢复。这笔高额的外债，直到英国2006年才全部还清。英国不仅在经济、军事上依赖美国，政治上也是紧跟美国步伐。在美国的带领之下，英国在1949年成为北约的创始国之一。之后，基本上美国要展开政治策略，英国都会鼎力支持。就正如最近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斗，美国首当其冲打击俄罗斯，英国便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当中，推动战争的发展，还支援乌克兰军事武器。其次，我们聊一聊俄罗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跟俄国爆发了一场冲突，因为抢夺中亚地区的政治权利。那时候英国正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强盛状态，沙俄的军事实力根本不够看。沙俄在强大的欧洲人眼里，只能沦为胜利的压路机。后来苏联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时期，为了让苏联尽快赶上强国，专注于发展军事科技。在二战之后，苏联跟其他强国一起将德意志第三帝国瓜分，因此得到资产的苏联加上本国的先进军事科技，一身跳跃成为超级大国。其实超级大国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最早指英国、苏联、美国3个大国。但是因为英国的衰落，让自己曾经的小弟美国跟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苏联，成为世界上唯一的2个世界超级大国。后来虽然苏联解体，但是依靠吃老本的俄罗斯也是一个军事强大的国家。而现在英国在军事上依旧也没有能力赶超俄罗斯了。最后就是我们国家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清朝的时候军事实力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曾经强大的英国侵略过我们，比如著名的鸦片战争、第2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等。英国凭借炮火强硬打开我国大门，侵占我国土地，欺辱我国人民。但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国家综合实力迅速上升，已经赶超英国。我国现在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更是比英国高出了3个名次。在军事上，英国更是比不上俄罗斯、中国、美国，因此我们现在也是不能轻易挑战的对手。在以前，俄罗斯、美国、中国都是英国的手下败将，而现在都成为了英国不能招惹的存在。